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高桥吾医生所著的《尿频、尿失禁、泌尿科名医教您最佳治疗方法大全》这本书。在本期视频中，我将重点讲解书中提到的一个关键内容：尿频和尿失禁如果放任不管，不仅会持续恶化，还可能带来更大的生活困扰。或许正在观看视频的您，最近也因为上厕所次数增多而感到困扰，或者因无法控制尿意而经历过尴尬的场面。这些问题常常令人感到沮丧，甚至自责。尿频和尿失禁作为相对敏感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不好意思向他人诉说，只能独自承受着痛苦。然而，这种困扰其实并非个例。以日本为例，数据显示，在日本4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3个人就有1人曾经历过尿频或尿失禁的问题。这表明这类泌尿问题在中老年人中非常普遍。而本书的作者，一位资深的泌尿科医生，也坦言自己在50岁以后，明显感受到尿频问题的困扰逐渐加重。尿频和尿失禁之所以令人头疼，主要是因为它会显著影响生活的质量。例如，吃饭时频繁中断去洗手间，堵车时因忍尿而倍感焦虑，旅行中因为排尿问题而感到不便，甚至选择放弃计划。严重时，患者可能因为害怕尴尬而不愿外出，逐渐变得孤立。长期来看，这些问题不仅会剥夺生活的乐趣，还可能引发心理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尿频和尿失禁并非不可逆的老化现象，而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改善的健康问题。作者在书中分享了许多实用的建议，例如正确的水分摄取、调整饮食、适当的肌肉锻炼。通过这些方法，不仅可以缓解症状，还能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将逐一为大家讲解尿频和尿失禁问题的成因、影响，以及书中提到的针对性解决方案。希望通过这次的解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这些泌尿的问题，并从中找到改善的途径。尿频和尿失禁并非单纯的老化现象，而是一种明确的疾病。若任其发展，不仅症状会持续恶化，还可能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尽早采取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有些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存在尿频的问题。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尿频的定义：白天排尿次数超过8次，夜间排尿超过1次，就属于尿频。但需要注意的是，排尿次数因人而异，不能仅靠次数判断是否异常。例如，一个人白天排尿10次，但如果自己完全不觉得困扰或不便，则无需担心。反之，若排尿次数少于8次，却已经对生活造成了困扰，同样属于尿频的范畴。尿频和尿失禁不仅是身体老化的表现，它们的出现往往与肌肉衰退、膀胱功能下降或其他疾病，如膀胱炎、前列腺肥大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关风险会显著增加，因此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实际上，尿频和尿失禁有下面几种类型：1、急迫性尿意，突然强烈的排尿冲动，难以控制； 2、压力性尿失禁，如提重物或咳嗽时漏尿； 3、残余漏尿，排尿后仍有尿液滴漏，中老年男性较为常见； 4、夜间尿频，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的质量。这些问题不仅让人感到尴尬和不便，还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有些人可能因为害怕尴尬而不敢外出，逐渐陷入到孤立的状态。可见，正确认识并积极应对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作者指出，大多数尿路问题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加以改善的。除了就医以外，以下一些简单的自我护理方法也能起到显著的作用。1、调整饮水方式，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合理分配饮水时间。2、膀胱训练，逐步延长排尿的间隔，增强膀胱的耐受性。3、适量运动，如进行骨盆底肌训练，有助于改善控制力。4、注意饮食，
减少刺激膀胱的食物和饮品，如咖啡、酒精等。尽管许多人将尿频和尿失禁视为年纪大了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关注，更需要进行科学干预。尿频和尿失禁不会因为忍耐而自愈，拖延只会让问题进一步恶化。正如其他的疾病一样，尽早发现、尽早治疗才是改善症状的关键。通过调整生活习惯、配合治疗以及适当运动，大多数人都可以有效缓解症状，重新过上健康自如的生活。希望大家能正视这一问题，不要因为羞于就医而错失治疗的时机。此外，尿频和尿失禁还会引发许多连带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活质量。例如，有些人可能因担心随时需要上厕所而害怕外出，逐渐减少与他人见面的机会，在电影院无法安心看电影，乘坐长时间的汽车旅程感到焦虑，甚至在排队时也心神不宁。这些情况会显著降低生活中的舒适感和乐趣，逐步剥夺了享受人生的权利。尤其是在飞机等难以随时上厕所的场景中，尿频和尿失禁带来的困扰会让人倍感压力。即使是在愉快的活动中，如果始终担忧排尿问题，也很难全身心投入，真正享受快乐的时光。对日常生活的进一步影响，尿频还会妨碍人们的专注力。例如，处理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时，频繁因排尿中断会打破思路。科学研究表明，集中力一旦被打断，重新恢复可能需要约15分钟。这种频繁中断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还可能让人感到沮丧和无助。对于职场人士来说，频繁去厕所可能会引起同事的关注，甚至影响工作进度和团队协作。而在与朋友外出或约会时，如果频繁需要上厕所，也容易让对方感到不便或扫兴。因此，尿路问题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困扰，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会极大地降低生活质量。幸运的是，现代医学和简单易行的自我护理方法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大多数尿路疾病都可以通过治疗和调整生活方式得到改善。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尿频和尿失禁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严重的健康问题。例如，某些病例显示，尿频可能与膀胱癌或前列腺癌等疾病有关。因此，尽早就医不仅能够缓解症状，还可以排查潜在的重大疾病。夜间尿频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情况。夜间尿频是指睡后因排尿需求至少起床一次，并因此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夜间尿频的发生率也会增加。频繁起夜不仅会干扰睡眠质量，还可能导致疲劳、免疫力下降，甚至增加夜间跌倒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睡眠不足会引发其他睡眠障碍，甚至与多种慢性疾病和更高的死亡率相关联。因此，夜间尿频患者应尽早寻求医疗帮助或采取自我护理措施，避免问题进一步加剧。听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尿频和尿失禁的影响以及早期干预的重要性。如果您发现自己排尿次数显著增加，夜间频繁起床上厕所，或者在咳嗽、打喷嚏时出现漏尿现象，那么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作者建议，首先可以向自己的家庭医生咨询，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可以到泌尿科进行详细诊断。如果家附近有泌尿科诊所，也可以直接前往就诊。通过科学治疗和自我护理，例如调整饮水方式、适度锻炼骨盆底肌肉、改善饮食习惯等，大多数尿路问题是可以显著改善的。所以不要拖延，尽快采取行动，为提升生活质量迈出第一步吧。此外，每当提到应该去泌尿科就诊时，总有人会担忧，去泌尿科是不是要做很多检查，特别是那些可能会疼的检查。我有点害怕。对于有这种顾虑的人来说，请放心，检查无需过度的担忧。针对尿频或尿失禁等排尿障碍，医院通常会安排如尿液检查或超声波检查。这些检查对身体的负担非常轻，
一开始就需要进行侵入性或疼痛的检查几乎不可能出现，因此可以放心前往就诊。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直接去大型医院，附近的诊所就能提供妥善的诊断和治疗。关键是选择设有泌尿科的诊所，因为泌尿科医生是处理尿路问题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更精准地提供治疗。如果觉得直接去泌尿科有些不好意思，也可以先向家庭医生或内科医生咨询。如果问题较轻，他们通常也能提供治疗。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他们会推荐合适的泌尿科医生或医疗机构。因此，从家庭医生开始咨询也是一个安全而明智的选择。尿频和尿失禁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生活指导，帮助改善日常生活习惯；二、行为疗法，如特定的骨盆底肌锻炼或膀胱训练等；三、药物疗法，通过药物缓解症状；四、手术治疗，针对严重情况进行手术干预，例如，如果患者因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导致尿液滞留或溢出性尿失禁，治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尿液能够彻底排出。对于男性前列腺肥大导致的排尿困难，可通过手术切除部分前列腺，扩大尿道通道。对于女性因尿道受压变窄引起的尿液滞留，可以考虑手术复位或摘除影响尿道的器官。如果是膀胱收缩力不足导致排尿困难，医生可能会开具增强膀胱收缩力的药物。而如果尿液能够排空，但仍出现尿频或尿失禁，则可能是膀胱储存尿液的功能减弱，可通过抑制膀胱收缩的药物治疗。在某些情况下，仅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即可改善症状。肥胖患者可通过控制饮食和增加运动减轻体重。体寒症患者可通过保持身体温暖来减轻症状。医生还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提出改善饮食、作息等方面的建议。希望每位患者都能正视这一问题，积极采取行动，为提升生活质量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珍惜每一天的舒适和快乐。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